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一个国家想真正富起来，光会赚钱还不够，它要有贸易，要有技术，要有城市，要有产业，还要在复杂的国际局势里守住自己的安全。那么，照目前的这个势头，中国有没有可能再次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最富300年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说说你的看法。你觉得今天的中国像不像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富宋时代呢？对，就是宋朝。1000年之后的我们提起这个朝代，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反应往往是2个字，那就是弱宋。今晚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被冤枉了1000年的朝代。它不是不强，它是太富。富到什么程度呢？有学者测算，宋朝鼎盛时期的 GDP 可能占到全球总量的60%，这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加上整个欧盟再加上日本全部加起来的份额。欢迎来到壁话太多，我是三太。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更需要你点击热推送出 hype 积分。壁话太多需要你的支持和蓄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弱宋这个标签是怎么贴上去的呢？其实并不难理解。我们从小听到的故事几乎都是宋朝的狼狈瞬间。澶渊之盟，掏钱买和平；靖康之耻，皇帝被人带走；崖山落幕，10万军民投海。再加上后来明清2代史书一写，民间评书一传，这个朝代在大众记忆里就成了一个穿着长衫、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形象。打仗不行，谈判退让，一遇到北方铁骑就往江南缩。哎呦，那听上去确实挺窝囊的。可问题是，如果你只看战场，你就只能看到战场。你看不到开封城里那120万常住人口，看不到泉州港里挤满了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的商船，看不到四川的钞票印刷工坊，也看不到江西景德镇那一摇又一摇的瓷器整箱整箱的往南洋发货。那个时候的世界，真正的财富中心不在欧洲，不在中东，就在这片被我们叫做弱宋的土地上。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北宋鼎盛时期，国家1年的财政收入最高达到1亿6千万贯。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对比一下。明朝最富裕的万历年间，财政收入大约只有宋朝的1/3。清朝乾隆盛世，满打满算也就刚追平宋朝的水平，而那时候人口已经是宋朝的2倍多。换句话说，论人均财富，宋朝甩开后面2个朝代不止一条街。宋朝的商业税在北宋中后期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这是中国2000多年地质史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在它之前，王朝的钱袋子全靠土地；在它之后呢，一直要等到清末和民国，商业税才再一次成为主角。也就是说，宋朝在经济结构上提前了将近800年，做了一件足够现代的事。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帝国，它已经在向商业社会的门槛探头探脑。所以你看，弱宋这2个字听起来很顺嘴，但放在那个真实的宋朝身上，其实有点不合身。它确实在军事上不够硬气，但它也确实在经济、技术、文化、城市、艺术几乎所有维度上都站到了那个时代的世界顶峰。它是一面奇怪的镜子，一面照出软弱，另一面照出富庶。今晚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面镜子翻过来，慢慢地看一看里面那个真正的宋。故事呢，得从一场酒局说起。公元961年的一个晚上，开封皇宫里灯火通明。宋朝刚刚建国不到2年，新皇帝赵匡胤摆下了一桌酒席，
请的都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都有谁呢？有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这些人手里都握着兵权，那可都是禁军里说一不二的大佬啊。要搁在别的朝代，开国皇帝请功臣喝酒，下一秒往往就是刀光剑影。可这一晚不一样，赵匡胤没拿刀，他拿的是酒杯。酒过三巡，赵匡胤忽然叹了口气，他说：做皇帝啊，其实没你们想的那么舒服，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了。底下几位老兄弟一愣，连忙问：陛下为什么？赵匡胤慢悠悠地说：这皇位谁不想做呢？万一哪天你们手底下的人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那时候你们想推都推不掉啊。这话说得轻飘飘，但杀气藏在字缝里，在场的人都不傻，他们都记得赵匡胤自己就是这么当上皇帝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那不就是部下硬把袍子套到他身上的吗？现在皇帝把这话原封不动地还回来，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石守信他们当场就跪下了，眼泪一把鼻涕一把，说：陛下您可怜可怜我们，给条活路吧。赵匡胤他等的就是这一刻。他笑着扶起这几位老兄弟，说：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过就是想多挣点钱，让子孙过得舒服点嘛。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回老家买田置地，养歌姬，看戏听曲，咱们君臣之间再结成亲家，世世代代不用互相提防，那多好。第二天，这几位将军一个接一个上表请辞，交出兵符，乖乖回家养老去了。历史上把这一晚叫做杯酒释兵权，听上去像是一段佳话，对不对？没流血，没杀头，皆大欢喜。但你要是仔细想一想，这个夜晚定下来的东西远远不止几位将军的退休问题那么简单啊！他定下来的那可是整个宋朝300年的底色。赵匡胤这个人是从五代乱世里爬出来的，他亲眼看着50多年里中原换了5个朝代，皇帝走马灯一样的换。今天还坐在龙椅上的人，明天就可能被自己的部下砍了脑袋。他从一个普通军人一路升到禁军最高指挥官，靠的就是兵权。所以啊，他比谁都清楚，兵权这玩意儿吧，就是把双刃剑。你给的太多，那将军会反；你给的太少，国家会塌。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做了一系列动作，把兵这件事彻底重组。禁军最高指挥权被拆成3份，互相制衡，谁也不能一家独大。哦，对了，在这里说一下这个禁军。禁军呢，在中国古代直属帝王，是指负责保卫皇宫、守卫京师、护卫帝王出巡的精锐常备军队，又称御林军和禁卫军。其核心职责是维护皇帝权威，战时作为中央军主力参战。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地方上的精兵都被抽到中央，叫做强干弱支。带兵的将领跟具体部队不再绑定，你今天带的是这支，那么明天就要换了带另外一支，免得士兵只认将军不认朝廷。在打仗的时候，兵符必须由皇帝亲自下达。这一套设计，它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从赵匡胤之后，整个宋朝300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武将叛乱，这在中国历代王朝里几乎是一个奇迹。汉有七国之乱，唐有安史之乱，明有靖难之役，清有三藩之乱，唯独宋朝内部安静的出奇。皇帝不用整天提防自家将军，朝廷的注意力就可以从战场转到别的地方。这个别的地方就是钱袋子，是市场，是城市，是海上贸易，是诗词文章，是那些后来让我们目瞪口呆的繁荣景象。
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把武将摁得太死，军队的战斗力就上不去。后来宋朝在战场上的种种狼狈，那根子呢也埋在这一碗的酒杯里。可在那个夜晚，赵匡胤要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国，一个不会再被自家士兵掀桌子的国。他要让这个国家在他之后能够慢慢的、安心的攒下家底。杯酒释兵权之后没多久，赵匡胤又干了一件事，他在宫里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祖训，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这句话是给后来300年所有读书人递出去的一张通行证。赵匡胤立下的那块石碑传到他弟弟赵光义手上，又传到一代又一代的宋朝皇帝手上。这块碑的存在本身就在告诉所有人，这个朝代要走一条跟之前不太一样的路。这条路有个名字，叫做重文轻武。后来的人提起这4个字，几乎都是带着摇头的语气。重文轻武嘛，听上去就是软弱，就是怕事，就是把刀枪藏起来，抱着书本过日子。明清2代的史官批评宋朝，张口就是这一条。近代以来，每当有人讨论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宋朝也总是被拿出来当反面教材。一个堂堂大国，怎么能把武将压得那么死？怎么能让书生骑到将军头上呢？这不就是自废武功吗？这听上去也有道理。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这件事放回当时的语境里，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赵匡胤在做的不是一时兴起的赌气，而是一场算计极深的赌局。他赌的是一个国家可以靠制度和金钱来维持，而不必只靠刀剑。文官系统比武将集团更可控，更不容易翻船。与其养出一支随时可能反咬自己的强军，不如把钱花在治理上，把整个社会的活力都释放出来，让国家通过繁荣，而不是通过征服来变得强大。这是一场极其大胆的赌局，在他之前，没有哪个皇帝敢这么玩。具体怎么玩呢？最直接的一招是抬高文官的地位。宋朝文官的待遇是中国历代之冠。你看啊，一个普通的县令，俸禄加上各种补贴，足够养活一大家子，还能买田置宅。一个宰相级别的高官，每月领的钱和粮折算成今天的购买力，那可以说富可敌国都不过分。这还不算朝廷给的茶叶、绢帛、薪炭、赐田，整个文官系统被宋朝政府用真金白银供养着，待遇好到让后来的明清官员看了都眼红。与此同时，武将这边的处境就尴尬多了。宋朝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叫做以文御武。同样级别的官员，文官永远高半级。带兵打仗的将军，头上往往还要顶一个文官出身的经略使、安抚使。打了胜仗，文官分大头，武将分小头；打了败仗，板子主要落在武将身上。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风气就变了。家里有本事的孩子，谁还愿意去当兵？读书科举才是正道。宋朝有句俗话，特别能说明问题。怎么说？叫做好男不当兵。这话搁今天听着挺刺耳，但在那个时代，它就是事实。当兵在宋朝是一种相当低端的职业，士兵脸上要刺字，跟犯人差不多，叫做刺配。这身份一辈子也洗不掉。你看，把这一整套放在一起，宋朝对武力的压制可以说是系统性的、彻底的、不留死角的。那他得到了什么呢？他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政局。300年间，没有藩镇割据，没有武将弄权，没有大规模的兵变叛乱。皇帝可以安心坐在龙椅上，大臣可以安心讨论国事，老百姓可以安心做生意。
这种内部的安定是宋朝能够攒出惊人财富的最根本前提。他还得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文官系统，宋朝的科举录取人数比唐朝多了好几倍，每3年一次的大考，朝廷一口气录取几百人，最多的时候上千人。这些人通过考试进入官场，成为整个国家的管理骨架。他们不像唐朝的官员那样，大多出身世家门阀，他们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寒门出身，靠读书改变命运。这套系统的效率和公平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份的。它更得到了一种文化氛围。一个把读书人捧得这么高的朝代，自然会催生出最灿烂的文化。我们熟悉的那些名字，比如像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还有朱熹、陆游、辛弃疾、李清照，那全部都扎堆儿出现在这300年里。这不是巧合，这是制度的产物。所以你再看重文轻武这4个字，它真的是一个昏招吗？它确实让宋朝在战场上吃亏了，确实让他在面对北方游牧政权时显得被动，但它同时也让宋朝成了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最有创造力的国家。这场赌局输了一半，也赢了一半。赵匡胤当年在那块石碑上刻下的字，本质上是一种取舍。他选择了富，选择了文，选择了稳，代价就是他放弃了汉唐那种横扫四方的霸气。这个取舍对不对？1000年来都有人争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取舍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300年。下一站，让我们走进这场富裕的中心，那座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热闹、最不像古代的城市。如果你能穿越回公元1100年前后，站在开封城的城门口，第一眼看见的画面，多半会让你怀疑自己穿错了朝代。这座城市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灰不拉几、荒秃秃的感觉，它有高大的城墙，有宽阔的护城河，有四通八达的运河水道，有车水马龙的街道。它的常住人口保守估计在120万到150万之间。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呢？同一时期的伦敦人口大约只有15000人，同时期的巴黎差不多5万人。整个欧洲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而这个开封一座城就抵得上整个欧洲所有大城市加起来再翻好几倍。它不仅大，它还热闹的有点过分。宋朝有这么一幅画，你一定听过，叫做《清明上河图》。这幅画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画的，画的是清明时节开封城的一段街景。我们今天看这幅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怎么这么多人？画里能数出来的人物超过800个。你看，有这个挑担的、赶驴的，有划船的和讨价还价的，有蹲在街边吃东西的，有骑马的、抬轿的，还有带着孩子看热闹的，各种身份的人全部都挤在一条街上。这只是开封城极小极小的一段，整个开封比这还要热闹100倍。开封是一座漂在水上的城市，它有4条主要的运河贯穿全城，分别是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其中最重要的是汴河，它一头连着开封，一头连着江南。江南的米、丝绸、茶叶、瓷器，沿着大运河源源不断运到开封。这条河每年要往京城运600万石粮食，这是一个能养活整个京城的庞大数字。汴河上的船多到什么程度呢？清明上河图里光是画出来的船就有20多艘，岸上的纤夫、船工、搬运工密密麻麻。走进城里，最先冲击你的是各种各样的店铺，
开封城有正店72家，角店上千家。所谓正店，是有官方酿酒资质的大酒楼，相当于今天的米其林餐厅。角店是小一些的酒馆，差不多就是各种特色小馆子。光是这2项加起来，这座城里就有1000多家正经营业的餐饮店。这还不算街边的小摊、夜市的流动摊贩、走街串巷的小吃担子。吃的东西多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宋朝人自己写的笔记，就光是开封城里能吃到的菜就有几百种。像什么煎爆、炒炸、炖煮、蒸烤，所有的烹饪手法都已经成熟，那应有尽有，给我说馋了都。还有那么一道菜叫做假河豚，是用别的鱼模仿河豚的口感和味道，因为真河豚有毒，不好处理。这种创意菜在1000年前的开封已经被发明出来了。还有灌汤包、羊肉泡馍、东坡肉，这些今天还在我们餐桌上的名字，几乎都能在宋朝找到源头。关于吃这一部分，只是开封繁华的一个切面。这座城市还有专门的娱乐区，叫做瓦子。瓦子里有勾栏，就是搭台演出的地方。说书的、唱曲的、演杂剧的、变戏法的、耍杂技的、演傀儡戏的，各种艺人挤在一起，从早演到晚。当时开封最大的瓦子叫桑家瓦子，里面有50多座勾栏，最大的一座能容纳几千人。你想想那个画面，50多个剧场挤在一个区，每天晚上灯火通明，那观众是一波波的涌进涌出啊！这就是1000年前的中国。商业区也是分门别类的，有专门卖布的街，有专门卖书的街，有专门卖药的街，有专门卖花的市场。每一种生意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当时开封有据可查的行业超过160多种，从金银珠宝到针头线脑，像这种修鞋、补伞，那全都是有专门的店铺和工匠的。在这座城里，钱花得快，钱赚得也快。一个外地来的小商人，只要肯吃苦，几年下来就能在城里立足。一个手艺好的工匠，靠手艺养家，完全不成问题。一个识字的读书人，可以去给人当账房先生，可以去抄书，可以去给孩子当家教。城市的多元性，给了各种各样的人活下去，甚至活得不错的机会。最让人惊讶的是，这座城市没有围墙把人锁在里面，它向四面八方敞开，向所有人敞开。从早晨到深夜，城门口的人流就没有断过。有从陈州来的，有从洛阳来的，有从扬州来的，甚至有从更远的西域、高丽、日本来的。所有人都涌向这个东方的中心，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机会，这里有热闹，这里有钱可挣。让这座城市真正运转起来的秘密，还藏在一个更大的变化里。这个变化是把高墙推倒，是让黑夜变亮。要理解开封为什么能变成那样一座不夜的超级都市，得先回头看看，在它之前的中国城市是什么样子。唐朝的长安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但你要是真的穿越回去，你会发现它跟开封完全不一样。长安的城市布局是棋盘式的，一格一格切得整整齐齐，每一格叫做一个坊，坊里面是住宅区，坊和坊之间用高墙隔开，高墙上只开几个门，一到了规定时间，这门就给关上了。商业活动呢，被严格限制在2个地方，叫做东市和西市。所有买卖只能在这2个市场里进行，其他坊里是不准开店的。市场也有开门和关门的时间，过了点儿就得停业。更狠的是宵禁，每天傍晚，长安城里会响起鼓声，叫做闭门鼓。鼓声一响，所有的坊门都得关上，街上不准有人走动。要是你这时候还在外面晃悠，被巡逻的精武卫抓到，
轻则挨一顿棍子，重则关进大牢。整个长安到了晚上就是一座死城，黑漆漆的，安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这套制度也有它的道理，它是为了方便管理和治安稳定，为了防止深夜里发生什么乱子。但它也有代价，代价就是城市的活力被锁死了，老百姓的生活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商业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到了宋朝，这一切被砸碎了。不是某一个皇帝下了一道命令，不是某一天突然颁布了一项政策，它是一个慢慢发生的过程，是从五代乱世开始，一点一点松动，到了北宋中期，彻底改变了城市的面貌。第一件被废掉的是坊市分离，开封城里没有那些高高的坊墙了，也没有规定哪里只准住人，哪里只准做生意，商铺可以直接开在街边。一楼是卖茶的，二楼住一家人，前面是布店，后面是工匠的作坊，左边是面馆，右边是药铺，中间夹着一家当铺。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混合流动的活体。这种格局跟我们今天大多数中国城市的样子已经差不多了。在街边开店，楼上住人，前店后坊，完全是宋朝的发明。在它之前的中国，城市从来没有这么松散过。在它之后的中国，城市再也没有回到那种坊墙把人锁起来的状态。第二件被废掉的是宵禁，这件事的影响比拆掉坊墙还要大。宋朝政府不再强制规定夜里几点必须关门，不再派人沿街敲鼓清场。开封城的夜晚开始亮起来了，最先亮起来的是夜市。宋朝人的笔记里记录了开封夜市的盛况，看的人那可是目瞪口呆。最热闹的地段，从傍晚开始，那个灯笼就一盏盏的挂起来了。卖小吃的，卖凉茶的，卖果脯的，卖糖画的，全部出来摆摊儿。有一种叫做灌沸的食物，是把香料和米浆灌进羊肺里煮熟，热气腾腾的端出来卖。还有一种叫做旋煎羊白肠的小吃，是现做现卖，香味能飘出半条街。更夸张的是，有些夜市根本就不打烊，卖到3更半夜还在卖。3更过了以后呢，接着就是早市的摊贩出来摆摊了。有学者形容，开封的某些街区已经接近24小时营业。这听起来像是现代都市才有的概念，但它就发生在1000年前的中国。夜晚不再是属于鬼怪和盗贼的时间，它变成了属于普通人的时间。下班的工匠可以去夜市吃一碗热汤，读书的书生可以在灯下读到天明，逛街的小姐可以挽着姐妹去看花灯，说书的艺人可以多演几场，多挣几个钱。整个城市的可用时间被生生延长了1倍，这1倍的时间转化成了1倍的消费，1倍的生产，1倍的财富。不夜城带来的不只是钱，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宋朝人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夜生活。他们晚上会下馆子，会去瓦子看戏，会去茶坊里跟朋友聊天，会去河边赏月写诗。生活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节奏，而是被城市本身拉长、丰富、重塑成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也正是这种节奏的解放，让一种新的奇怪的东西悄悄在四川的某个小角落里冒了头。它薄薄的一张，看上去毫不起眼，可它要做的事情是改写整个世界对钱的认识。故事呢，要从四川说起。宋朝的四川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被群山环抱，进出不便，但内部又非常富庶，茶叶、丝绸、井盐、铁器，样样都拿得出手。
四川的商人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可问题就出在这里，生意越大，麻烦越多。麻烦在哪里呢？就麻烦在这个钱上面了。宋朝的钱主要是铜钱和铁钱两种，北方主要流通铜钱，四川因为有特殊政策，主要用铁钱。铁钱这玩意儿，听名字就知道，又重又笨。1000文铁钱差不多有10几斤重。我们来算一笔账，假如说一个四川商人要去外地买一批丝绸，价值10万文，这可不是小数目，但放在宋朝商业里，也只是一笔中等买卖。可这10万文铁钱要怎么带呢？换算下来，重量差不多要超过1000多斤了啊！1000多斤的钱，光是装就要装好几辆牛车。完了，你再请上几个壮汉押车，走山路过栈道，提心吊胆走上它半个月。到了地方再一谈生意，这好家伙，没谈成啊！人家对方还要加价加个5万文。行吧，那就走吧，又得回去搬。这哪是做生意，这不搁这儿负重徒步健身的吗？四川的商人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成都有10几家信誉特别好的大商号，专门做钱的生意。商人们就把自己的铁钱存在这些商号里，商号呢给他开一张凭证，写明存了多少钱，盖上商号的印章。商人拿着这张凭证出门，到了外地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凭证付款了，或者去商号设在外地的分号兑换铁钱。那么这张凭证最早叫做交子。一开始这个交子只是商人之间的私下凭证，它没有面额，没有统一的样式，每张都是手写的，凭借的就是大商号之间的信用。但这个东西一旦出现，就停不下来了。它太方便了。原来需要1000斤的铁钱，现在变成了几张薄纸，揣在袖子里就走。这种便利，谁不喜欢？慢慢的，市面上流通的交子越来越多，有商人发现，这张纸根本不用拿去兑换，它本身就可以当钱使。我从你手里拿到一张交子，转手就给下一个人付账，下一个人再转给下下一个人。在整个的交易链条上，铁钱压根儿没动过，纸就把钱的活干完了。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的雏形。它出生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四川，比欧洲第一张纸币早了将近600年。但故事还没完，私人发行的交子时间一长就出问题了。有的商号信用不足，挤兑就出事儿；有的商号倒闭，手里的交子瞬间变成废纸。还有人开始伪造这个交子，搞得市场上真假难辨。商人之间打官司打到府衙，地方官员看了直挠头。到了宋仁宗天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23年，朝廷出手了。他做了一件极其大胆的事儿，把交子的发行权收归国有，在成都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交子务。从此以后，交子不再是私人发行，而是由政府统一印制、统一管理、统一兑换。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有明确面额、有统一样式、有兑换保障的纸币就这样诞生了。这件事的分量，今天的我们可能感受不到。我们从小就用纸币，觉得理所当然。但你要知道，在宋朝之前，全人类的所有钱都是金属的。金子、银子、铜钱、铁钱背后都有沉甸甸的实物作为基础。纸币不一样，它本身只是一张纸，它的价值完全依赖国家信用。这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钱可以脱离它的实物形式，变成一种抽象的、流动的、可以无限复制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最底层逻辑。我们今天用的所有信用卡、银行存款、电子支付、加密货币，根子上都可以追溯到诞生于宋朝四川的这一张薄薄的纸。宋朝人发明了它，
也用好了它，北宋的交子，南宋的会子，再加上各种地方性的钱引官子，整个宋朝的纸币系统运行了将近300年。它支撑了庞大的商业活动，让大宗交易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一个江南的商人可以拿着会子到福建去进货，一个成都的茶商可以用交子付清远在汴京的货款。整个国家的经济像被加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飞起来了。当然，纸币也有它的麻烦，一旦朝廷开始滥发，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会飞涨。宋朝末年，会子的购买力已经掉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这是他跌过的跟头。但他毕竟先飞起来了，先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天空，而这片天空不止四川的商人在抬头看。从泉州港、广州港、明州港出发的远洋船队，正把宋朝的银子和纸币的故事带到更远的地方。我们把视线从四川的内陆移开，往东南方向走，你会看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宋朝。这个宋朝是面朝大海的。唐朝以前的中国，主要的对外通道是陆上的丝绸之路。骆驼商队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翻过帕米尔高原，把丝绸、瓷器一路运到中亚、波斯、地中海。可这条路有个致命的弱点，它太长、太险，太依赖沿途各个政权的脸色。一旦某段被切断，整条线就瘫痪了。到了宋朝，情况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北方被辽、西夏还有金这些游牧政权占据了，陆上丝绸之路时断时续，根本不稳定。宋朝还想跟外面的世界做生意，那只能换一条路了。他换的这条路就是海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把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朝代。它不再依赖驼队，它依赖船队。它在沿海建立了一系列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当时的市舶司就是海关加海上贸易管理局加外贸促进会的合体。最重要的市舶司港口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这4个港口就像4个巨大的水龙头，把海外的财富源源不断地灌进宋朝，其中泉州是最辉煌的。走进南宋的泉州港，你看到的画面会让你怀疑人生。港口里停着几百艘大船，桅杆密密麻麻，像森林一样。船的样子那可是千奇百怪，有中国式的浮船，有阿拉伯式的尖底帆船，有印度的商船，有高丽和日本的小船。岸上的人皮肤颜色深浅不一，语言是南腔北调。穿白色长袍的阿拉伯商人在跟本地伙计讨价还价，留着大胡子的波斯人在清点货物，肤色黝黑的南洋商人在搬运香料，还有犹太商人、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那全部都混在这一座港口里。泉州城里有一座清净寺，是阿拉伯人建的，到今天还在。位置呢就在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李城区图门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真寺。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净寺和圣墓受到严重损毁，文革后修复。2021年，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组成部分，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有机会的话呢，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时候，泉州常住的外国商人估计有上万人，他们在这里建清真寺、建教堂、建寺庙、建自己的社区。宋朝政府对这些外国人非常宽容，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生活，允许他们参与本地的商业活动，甚至允许他们的子女参加科举考试。这种开放程度，在那个时代的世界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宋朝的远洋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他们大
最大的能装1000多吨货物，能搭载好几百人。船造的也很结实，船体采用水密隔舱技术，一个舱进水，其他舱不受影响，这是中国领先世界几百年的发明。他们装备精良，船上有指南针，有海图，有专门测水深的工具，有应付各种天气的备用风帆。他们可以一口气从泉州开到东南亚，从东南亚开到印度，从印度开到波斯湾，从波斯湾再返航，一趟来回少则1年，多则2年。这些船带出去的是什么呢？那种类就多了，瓷器那是必须的，还有丝绸、茶叶、铁器、漆器等等等等。宋朝的瓷器从越南一路卖到东非的桑吉巴尔，今天的考古队还能在非洲的海岸边挖出宋代的青瓷碎片。宋朝的铜钱更夸张，它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成了硬通货，日本人拿宋钱当本国货币用，东南亚的小国干脆把宋钱当成自己的法定货币。这些船带回来的是更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香料是大头，从胡椒、丁香、肉豆蔻到沉香、檀香、龙涎香，宋朝人对香料的痴迷养肥了整个海上贸易。还有象牙、犀角、珍珠、玛瑙、珊瑚、宝石，应有尽有，还有各种药材、染料、奇花异草。一艘大船回港，光是关税就能让市舶司的官员笑出声来。宋朝政府从这场海上贸易里赚了多少钱呢？南宋鼎盛时期，市舶司1年的收入最高能到200万贯，这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10%几。这还只是关税收入啊，不包括外贸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整个东南沿海因为海上贸易被彻底盘活了。更深的影响是文化层面的，海上丝路把宋朝跟整个印度洋世界连在了一起，阿拉伯的天文学传到中国，影响了宋朝的历法。中国的造纸术沿着这条海路向西传播，最后到达欧洲。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3大发明走的也都是这条路。可以这样说，宋朝的海上贸易不只是一笔生意，它是一次东西方文明的大握手，它打开了一扇门，门外是更广阔的世界。从此以后，东方和西方再也不是隔绝的2个圈子，他们开始彼此影响，彼此塑造。而支撑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的根基，又回到一个最朴素的问题：这么多人，这么多船，这么多生意，这么多张嘴，到底是靠什么吃饱饭的呢？答案就藏在一粒小小的水稻里。公元1011年，一个夏天的早晨，宋真宗派人去福建办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说起来不大，但它的影响最后大到能改变中国未来1000年的样子。派去的人从福建带回了3万斛稻种，这种稻子不是中国本地的，它来自一个叫占城的地方。占城在哪里呢？大致就是今天的越南中部。这种稻子叫做占城稻。那宋真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那一年江淮一带闹了旱灾，本地的水稻品种水浇的少一点就长不起来，老百姓眼看着秧苗在田里枯黄，束手无策。皇帝听说占城那边有一种稻子特别耐旱，生长期还短，就让人想办法弄过来试试。这一试，好家伙，试出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要理解这场革命有多重要，我们得先聊聊中国本土的水稻。中国种水稻种了几千年，但本土水稻有几个老毛病。第一，对水的依赖太强，一旦遇到旱年，产量会断崖式下跌。第二，生长期长，从插秧到收割要4-5个月，一年只能种1季。
第三就是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不是随便哪块地都能长得好。占城稻不一样，它来自气候炎热、降雨不稳定的东南亚，天生就皮实，它耐旱，缺一点水也能活。它的生长期短，从插秧到收割，最快只要50多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同一块地，一年可以种2季，甚至3季。宋朝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件事的分量，皇帝亲自下令，把这批占城稻发到江淮、两浙地区试种。试种成功之后，朝廷又下令在全国大规模推广。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里多了一项硬指标，那就是辖区内推广占城稻的种植面积。各地的农书、农官、老农全部动起来，把这种新稻子的种植技术一点一点交给普通的农民。短短几十年，占城稻在中国南方迅速铺开。它最适合的地方是江南那一片水网密布的低地。江南本来就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加上占城稻，又来了一次大爆发。原本一年种1季的水田，现在能种2季；原本只能种水稻的地，现在有了稻麦轮作的可能性。夏天种水稻，冬天种小麦，土地的利用率被拉到极限。直接的结果就是粮食产量的飙升。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唐朝鼎盛时期，全国人口大约5000万，大约是5288万人。学者学术推算认为，实际人口可能高达7000万至8000万左右。咱们就按大约5000万人口来算，这是一个很难突破的天花板，因为粮食产量撑不起更多的人口。可到了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已经超过1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跨过1亿人口的门槛。这个门槛是怎么跨过去的呢？对，这个占城稻立了头功。人口翻倍带来的不只是更多的人，它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城市化的加速，农村的粮食产量上去了，富余的劳动力就可以从田里解放出来，进入城市做工、经商、当工匠。开封、临安、苏州、杭州这些大城市的繁荣，背后都站着一片片金灿灿的稻田。第二个改变是商业的繁荣，粮食过剩的地方会把多余的粮食卖出去，粮食不足的地方会用别的东西去换粮食，整个社会的商品流动开始活跃起来。江南的米船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北上，把粮食运到开封，北方的丝绸、铁器、皮货又顺着运河南下，换回更多的米。第三个改变是技术的进步，人多了，分工就细了。一个农民他可以专心的种地，把粮食卖掉，再去市场上买他需要的东西。像这种专业的木匠、铁匠、造船匠、印刷匠、丝织匠和瓷工开始大量出现。每一个行业里都有人在琢磨怎么把活儿干得更好、更快、更便宜。技术就在这种琢磨里一点点的突破。第四个改变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通人家的餐桌上开始出现以前只有富人家才有的东西：茶叶、糖、各种蔬菜、各种水果、各种调味料，进入到普通人的日常。宋朝人的饮食丰富程度是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比不了的。更长远的影响是，占城稻在江南扎下根，江南就此成了整个中国的粮仓。从宋朝开始，到明清，到近代，再到今天，江南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这个格局已经稳稳地维持了1000年。一粒小小的稻种从越南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改变的不只是几片田，它改变的是中国南方的人口承载力，是国家的财政基础和城市的繁荣，是商业的活力和普通人的饭碗，是这片土地上后来1000年的故事走向。它毫不起眼地藏在每一碗米饭里，
撑起了一个让全世界都仰望的盛世。吃饱了饭，那就要干活了啊！我们今天说工业革命，会自然想到18世纪的英格兰，蒸汽机、纺织厂、煤铁矿，黑烟笼罩下的伯明翰和曼彻斯特。教科书告诉我们，那是人类生产力第一次大爆发的时刻。可如果你愿意把目光往前推700年，回到宋朝的中原大地，你会看到一个让人有点恍惚的画面。在公元1078年前后，宋朝一年的生铁产量估计在12万吨以上。同一时期的整个欧洲，所有国家加起来年产铁不超过3万吨。200年后的元朝，铁产量大幅下滑。明朝中期，全国铁产量大概是9万吨，还没追上宋朝。清朝中期，鸦片战争前夕，全国铁产量也就10万吨出头，跟宋朝差不多。也就是说，宋朝的冶铁规模已经接近18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前夕的水平。那这个铁是从哪里来的呢？宋朝的冶铁中心主要分布在河北、山西、徐州、磁州一带。徐州的立国坚是宋朝最有名的官营冶铁基地之一。这个地方有36座大型冶铁炉，每座炉子能容纳上百名工匠。整个立国坚雇佣的工人最多的时候超过3-4千人。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工业基地，规模和组织程度跟近代工厂已经非常接近。更关键的是，宋朝冶铁的技术也走在世界前列。第一个突破就是用煤代替木炭炼铁。在宋朝之前，炼铁主要是用烧木头烧出来的炭，可木头是有限的，砍伐速度赶不上消耗的速度。宋朝人开始大规模使用煤炭，特别是河北和山西一带的煤矿被大量开采。煤的能量密度比木炭高得多，烧出来的炉温也更高，铁的质量和产量都跟着上去了。这一招欧洲人是到了18世纪才学会的。第二个突破是连续鼓风技术。冶铁炉要烧得旺，必须有足够的风力。宋朝人发明了一种叫做水排的装置，利用水力带动巨大的风箱，给炉子持续鼓风。一台水排可以代替几十个人不停拉风箱的劳动。这种水力机械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冶铁的效率。第三个突破就是炼钢工艺的成熟。宋朝有一种叫做灌钢法的技术，把生铁和熟铁按照一定比例混合熔炼，得到性能优良的钢材。这种钢材又硬又韧，可以用来打造各种工具和兵器。宋朝的农具、刀剑、铠甲质量都比之前的朝代好得多。铁产量上去了，钢的质量也上去了，宋朝就有了改变物质生活的硬通货。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农民。宋朝的铁制农具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普通农户家庭。你像这种锄头、镰刀、铁犁、铁锹，这些工具放在今天看再普通不过，但在那个时代，它们意味着一户人家的劳动效率那可是翻倍提升。一把好的铁犁可以让深耕变得轻松，一把锋利的镰刀可以让收割的时间缩短一半。第二个受益者是手工业者。木匠有了更好的锯子和凿子，瓦匠呢有了更好的慢刀，织布的有了更结实的织机零件，造船的就有了更精良的钉子和铁件。整个手工业的生产效率被铁器抬高了一大截。第三个受益者那就是国家了。宋朝政府从冶铁业里收的税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啊。更重要的是，这个铁是战略物资。宋朝虽然在战场上不算硬气，但他的兵器库里从来不缺刀枪，士兵的武器装备还有质量，在那个时代是相当过硬的。他打不赢，主要不是因为兵器不好，而是因为别的原因。再有就是这个火，它不只是用在冶铁上，宋朝人在另一个领域也把火玩出了新高度，那就是火药。
火药这个东西，唐朝就有人发现了，但真正把它用在战场上、用在工业上、用在日常生活里的是宋朝。宋朝的军队装备了世界上最早的火器，像当时的火箭、火球、火枪、火炮的雏形，那全部都是宋朝人发明的。开封城里有一个叫做广备工程座的机构，专门研究和制造火器。宋朝人还把火药用在采矿上，如果要开采深处的矿石，单靠人力一锤锤的敲，那效率太低了。他们呢就会用火药炸开岩石，这种思路又一次领先了世界。冶铁的炉火，火药的爆响，在宋朝的土地上日夜不停。他们把这个朝代抬到了一个连后人都不敢相信的高度。而火与铁的故事还有一个更优雅的兄弟，它不冒黑烟，不发巨响，但它的光泽却照亮了整个东方。要谈宋朝最优雅的那一面，绝对绕不开一种东西，它从泥土里来被火烧过，最后变成一种几乎接近于光的存在，那就是瓷器。中国人做瓷器做了上千年，可真正把瓷器做到登峰造极，做到让全世界都为之倾倒的是宋朝。我们今天去博物馆看宋瓷，第一眼的感觉往往不是惊艳，而是安静。它不像唐三彩那样花花绿绿，也不像后来明清瓷器那样热闹繁复。它的颜色可以说简单到极致，往往就是单一的釉色。它的形状也一样简单，一只碗就是一只碗，规规矩矩；一只瓶就是一只瓶，没有多余的装饰。可你越看越觉得，这种简单不是简陋，是一种把所有花哨都剔除之后留下来的纯粹。宋朝有5大名窑，分别是汝、官、哥、定、钧。这5个名字，每一个背后都是一个传奇。汝窑排在第一位，它产自今天河南宝丰县的清凉寺一带，颜色是一种独特的天青色。这种颜色怎么形容呢？传说宋徽宗做过一个梦，梦见雨过天晴之后，云层散开，露出来的那一抹天空的颜色很美。他醒来之后，下令工匠就照着这个颜色烧瓷器，这就是著名的雨过天青。汝窑的瓷器有多稀罕？现存的完整传世品，全世界加起来不到100件，每一件都是国宝级的。前些年香港拍卖会上，一只汝窑比玺拍出了2亿多港币。官窑和哥窑的特点是开片，就是在这个瓷器表面呢有一道道裂纹，但这些裂纹不是瑕疵，是工匠故意烧出来的效果。是因为釉层和胎体的膨胀系数不同，冷却的时候自然形成裂纹。宋朝人觉得这种裂纹很美，像冰裂，像鱼鳞，像不规则的山水。本来是个缺陷，被他们硬生生变成了一种艺术语言。看看人家这审美。定窑产自河北曲阳，特点是白瓷，它的白不是那种死白死白的，而是带着一点点温润光泽的乳白。定窑的工匠擅长在白瓷上压印各种纹样，牡丹、莲花、龙凤、童子，全部用极浅的浮雕表现，显得特别雅致。钧窑那就最特别了，它产自河南禹州，烧出来的瓷器颜色变化莫测，同样的釉料，同样的炉子，烧出来的颜色却千变万化。一只钧窑碗，可能这边是天蓝色的，那边是玫瑰紫色，中间呢还夹着一道月白。古人形容钧窑，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5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等等几十个重要窑口。整个宋朝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到处都在烧瓷器。这么多瓷器烧出来都干嘛了呢？一部分进了皇宫，一部分进了文人书房，一部分进了富人家的厅堂，但更大的一部分
是被装上了船，运到了海外。宋瓷是当时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奢侈品，阿拉伯的王公贵族会专门派人来中国订购宋瓷。东南亚的酋长把一只完整的宋瓷碗当成传家宝，世代相传。东非的部落首领会把碎掉的宋瓷镶嵌在自己的头饰上，象征身份和财富。考古队后来在世界各地的海底挖出了不少沉船，这些沉船里最常见的货物就是瓷器，有的船一次就装了几万件瓷器，整整齐齐码在船舱里。其中有一艘叫南海1号的南宋商船，沉没在广东阳江外海，光是发现的瓷器就有10几万件。可以想象，当年他如果顺利抵达目的地，会引发怎样一场大抢购。宋瓷的影响不只是赚了多少钱，它改变了世界对美的理解。中东地区开始模仿宋瓷的造型和釉色，发展出了自己的青釉陶器。朝鲜半岛在宋瓷的影响下烧出了著名的高丽青瓷。日本的茶人那对宋瓷是顶礼膜拜，把一只宋朝的天目茶碗当成国宝级别的茶器，写进了日本的国家文化史。一些受损的宋瓷被运到日本，工匠们用金粉修补裂痕，发明了金扇工艺，一直流传到今天。宋瓷真正厉害的就是它的审美高度，那种极简、内敛、含蓄、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学风格，在宋朝之前的中国艺术里很少见，在宋朝之后也很难再被超越。它代表的是一种成熟到极致的文化自信。一个朝代要有多大的从容，才能舍得把所有的花哨都剪去，只留下一种颜色、一种形状，让它静静地立在那里。这种从容不是一天养出来的，它来自整个社会的富足，来自300年文人精英的共同审美，来自一个把读书人捧到极高位置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源头，要回到一场公平到让全世界都羡慕的考试。宋朝有一句话特别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这句话出自宋真宗，他写过一首叫做《劝学诗》的小诗，里面有几句到今天还被人念叨：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话听起来俗气，但它道出了一个事实：在宋朝，读书是一件真的能改变命运的事儿。你要理解这件事儿在那个时代有多稀罕，那我们得回头看看之前的几百年。唐朝也有科举，但唐朝的科举吧，含金量不算特别高，一年录取的进士也不过就20-30人，而且很多名额都被关陇贵族和那些个世家大族给瓜分了。一个普通寒门子弟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理论上可以，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你还要靠行卷，就是要把自己的诗文递给有名望的大臣看，得到他们的推荐，你才有机会。哎呦，这整个过程跟你的家世、你的人脉、你认识谁，那关系太大了。宋朝把这一切打碎重来。那第一个改变就是录取规模。宋太宗时期，科举录取人数开始大幅扩张，一次大考录取的进士和明经加起来能达到几百人。到了宋仁宗时期，最多一次录取超过了1000人。整个宋朝300年，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人数，那可是唐朝的几倍之多。第二个改变是公平程度。宋朝在科举里推行了几项极其重要的制度。第一项叫糊名，考生交上去的卷子，姓名和籍贯那全部要密封起来。
考官根本看不到这是谁的卷子，改卷的时候只看文章来进行评分。这一招直接断绝了考官任人打分的可能性。第二项叫誊录，光糊名还不够，因为考官可能认得考生的字迹，于是又增加了誊录这一步。所有的卷子由专门的抄写员重新誊抄一遍，考官看到的是誊抄后的字迹，这就连认字迹都没用了。第三项叫锁院，考官一旦被任命，就要立刻进入考场，在考试结束、阅卷完毕之前不得外出，不得跟外人接触，这是为了防止考官跟外面的人勾结泄题。第四项那就是殿试，最后一关由皇帝亲自主持，所有进士都是天子门生，这意味着他们的恩主是皇帝本人，不是某个推荐他们的大臣。这一招断了大臣结党营私、培养自己派系的可能。这一整套制度组合在一起，宋朝的科举成了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公平的人才选拔系统。只要你识字，只要你愿意读书，只要你的脑子够用，理论上你就有机会通过这条路改变命运。第三个改变就是录取范围的开放。宋朝的科举不再特别看重家世，出身工匠家庭的可以考，出身农民家庭的可以考，出身商人家庭的也可以考。这件事在唐朝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商人在传统中国的社会等级里地位不高，很多朝代明令禁止商人子弟参加科举，宋朝把这个限制放宽了很多。更厉害的是，宋朝出现了大量寒门出身的高官，我们随便举几个名字。你看，范仲淹幼年丧父，跟着母亲改嫁，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吃饭都成问题。他靠着自己苦读，最终考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已经是大宋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再来看欧阳修，幼年丧父，家里穷到买不起纸，他妈妈用芦苇杆在地上教他写字。他后来考中进士，也是做到了副宰相级别，是当时整个文坛的领袖。还有像这个苏轼父子三人，眉山苏家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士绅家庭，他们父子三个一起进京赶考，三个全部考中进士，被传为千古佳话。这些人不是个例，整个宋朝的官僚系统里有相当大比例的官员是出身寒门或者中下层家庭的，他们靠的不是父辈的余荫，而是靠着自己个人的能力。这套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一个影响就是社会流动性的提升，比如一个农民的儿子，只要他识字，只要他愿意苦读，就有可能进入帝国的核心权力圈。而这种希望就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关键。第二个影响是整个社会读书风气的兴起。宋朝的识字率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了第一个小高峰，城市里有书坊，乡村里有私塾，富人家有藏书楼，普通人家也有几本书。读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它变成了一种全社会的风气。第三个影响那就是文化的繁荣。这么多读书人聚集起来，会发生什么呢？会出现一个文化爆发的时代。如果你打开任何一本中国文学史，翻到宋朝那一章，你一定会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那一章啊，它特别厚，可不是因为编书的人偏心，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内容量实在太大了。一个朝代里能出一两个顶尖的天才，已经算运气好的了。可宋朝不一样，宋朝是一群天才同时挤在历史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光是彼此都认识，他们彼此之间还都有交情，还互相写诗写信送礼物。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
只有先秦的诸子百家时期可以勉强相比。我们从一个最熟悉的名字开始说起，那就是苏轼。对了，我们也专门做过苏轼的一期节目，叫做《苏轼的流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就在壁画透视这个播放列表里。这个列表呢，就是专门讲各种人物的。苏轼这个人要怎么形容呢？你说他是诗人，没错，他写过最好的宋诗。你说他是词人，也对，他是豪放派的开山祖师。你说他是画家，他也确实开创了文人画的传统。你说他是散文家，那他是当之无愧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完了吗？没有，别忘了，他还是美食家。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鱼，到今天还在我们的菜谱里。他是工程师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也是因为做了这期节目才知道。他在杭州主持修建的苏堤，至今还在西湖边上立着。一个人能在一个领域做到顶尖已经很难了吧？苏轼那几乎在每一个领域上都做到了顶尖啊。其实我觉得更让人羡慕的是他的内心是如此强大，他活得有趣儿，那是真有趣儿，一点儿也不装的那种。苏轼这辈子吧，仕途坎坷的，让人替他着急。他被贬到各种地方，最后就是儋州。儋州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在那个时代，海南岛是真正的天涯海角，被贬过去的人很多就死在那里了。可苏轼到了海南，竟然过得有滋有味。他研究当地的食物，开班讲学，跟当地百姓打成一片。临走的时候还写诗说：“九死南荒无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被贬到这里，我一点也不后悔。这是我这辈子最奇妙的一段旅程。这种豁达不是装出来的，它来自一个真正强大的内心。一个人在不顺的时候还能找到快乐，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本事。跟苏轼同时代的还有一长串响当当的名字：欧阳修，文坛领袖，提携过苏轼父子，提携过王安石，提携过曾巩，几乎当时所有的文学青年都得到过他的赏识。范仲淹文武双全，他写的《岳阳楼记》是千古名篇，他主持的庆历新政开了宋朝改革的先声。还有我们熟知的司马光，史学大家，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丰碑。还有政治家加诗人王安石，他的变法争议至今未消，但他写诗写的那是真的好。科学家加文人的沈括，他写的《梦溪笔谈》记录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科技进展，是世界科技史上的重要文献。这都是男人这一边的，女人那边还有一个名字，足以和上面所有人平起平坐，那就是李清照。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词人，没有之一。她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读书写字，年纪轻轻就在京城文坛崭露头角。她跟丈夫赵明诚一起收藏金石，研究碑刻，过的是真正的精神贵族生活。她前半生的词写少女情怀，写新婚的甜蜜，写跟丈夫小别的思念。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每一句都美得让人心颤。可后半生，他经历了国破家亡，靖康之变，北宋灭亡，他跟着南渡的人潮逃到了江南。丈夫病死在了路上，多年收藏的金石古玩那是毁的毁，丢的丢，几乎散尽。他一个人在江南漂泊，重病、贫困、孤独，全部都砸在他身上。这时候他写的词已经完全是另一种气象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14个字写尽了一个女人在乱世里的全部心境。这首《声声慢》到今天读起来还是让人鼻子发酸。李清照的存在本身就是宋朝文化的一个奇迹。
在那个时代，一个女性能够受教育，能够发表作品，能够被整个文坛承认是一流的词人，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宋朝的文化氛围有多开放。这群天才聚在一起，不只是各自闪光，他们彼此交流，彼此影响，彼此唱和，形成了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文化场。苏轼跟黄庭坚是亦师亦友，黄庭坚的字号就是从苏轼那里得来的。苏轼呢，又跟米芾是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书法。还有秦观、晁补之、张磊，号称苏门四学士，那全部都出自苏轼门下。这种文化的浓度不只是文人之间的事儿，它渗透到了整个社会。茶馆里有人在背诵苏轼的新词，瓦子里说书人讲三国讲水浒，妓女陪客的时候要会唱柳永的词，和尚画山水画讲究禅意，普通商人家里也会挂几张字画，附庸风雅。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浸泡在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里。这是一个把美和才情供在最高位置的时代。可这个时代也有它的另一面，一个把笔捧得这么高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讲完了那群闪闪发光的天才，让我们把视线从书房和瓦子里移开，走到边境的烽火台上，那里的画面跟开封城里的歌舞升平是完全不一样的。宋朝有一个绕不开的悖论，它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可它在战场上的表现，那常常让人唏嘘不已。公元1004年，辽国大军南下，一路打到了黄河边上的澶州。皇帝宋真宗吓得想跑，是宰相寇准硬把他按在前线鼓舞士气。最后两边谈判，签下一个叫做澶渊之盟的协议。协议的内容是宋朝每年给辽国送30万岁币。还有，在公元1044年，西夏崛起后，又跟这个宋朝打了几年仗，最后双方议和。议和的结果是，宋朝每年送给西夏20多万岁币。这两笔加起来，宋朝每年要拿出50多万贯，送给北边和西边的对手，换一份太平。听上去很憋屈，一个堂堂大国怎么能这么干？可你要是从另一个角度算账，又会发现宋朝人的算盘其实打得挺精。这50多万岁币听起来很多，但放在宋朝1年1亿多贯的财政收入里，就是个零头，那还不到零头的1%。而且这笔钱送出去之后，换来的是边境的安定，商队可以正常往来，老百姓不用打仗，朝廷不用大规模征兵和军需。和平期间，宋朝还能通过边境贸易把送出去的钱以另一种方式赚回来。在边境的榷场上，宋朝卖出的茶叶、丝绸、瓷器，那对手就要用马匹或皮毛来换。这一来一回，账面上甚至是宋朝在赚。这是宋朝独特的处世哲学，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可问题是，这种逻辑只在对方愿意收钱的时候才成立。一旦遇上不要钱的，就要你地要你命的对手，那宋朝就难受了。宋朝军事上的弱，不是某一处的弱，是结构性的弱。它有几个根子上的麻烦。第一个麻烦就是没有马。在这个冷兵器时代，那骑兵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兵种。一支精锐骑兵可以在几天之内奔袭几百里，可以绕到对方后方包抄，还可以追击溃逃的步兵。可宋朝最适合养马的2块地方，一个是燕云16州，一个是河西走廊，全在北方游牧政权手里。宋朝只能在内地养马，养出来的马矮小瘦弱，速度耐力都比不上对手。一支没有强大骑兵的军队，再对上一支主要以骑兵为主的军队，那还说啥呢？挨揍呗。第二个麻烦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我们前面讲过，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造反，搞了一套兵将分离的制度。
今天带这支兵，明天带那支兵，将领跟士兵之间从来建立不起信任。打仗的时候，将军不知道这帮兵的脾气，士兵不知道这位将军的能耐。像这样的一支部队上战场，那还有什么凝聚力可言呢？第三个麻烦是文官指挥武将。宋朝的高级军事决策大多由文官主导。一个从来没上过战场的进士出身的文官被派到前线当主帅，下面带着几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这样的指挥结构，和平时期没问题，打仗的时候经常出乱子。文官读过的兵书是一回事，可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第四个麻烦是兵员素质。宋朝的兵呢，很大一部分是招募来的，招募的对象往往是社会底层的流民、灾民、地痞、无业游民。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为国，而是为了一口饭吃。打起仗来，逃兵率非常高。再加上脸上要刺字，社会地位低，整个士兵群体的荣誉感和战斗意志都不强。把这几个麻烦堆在一起，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上不去是必然的结果。可奇怪的是，宋朝的军事开支从来不少。宋朝的军费是他财政里最大的一块开支，最高的时候，军费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80%以上。一个国家把80%的钱花在军队上，养出来的军队却打不赢仗，这件事听起来有点荒诞，可这就是宋朝的现实。钱花到哪里去了？很大一部分花在养兵上。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士兵入伍之后，国家要管他们一辈子的吃穿。他们不打仗的时候也得发饷，老了退役了还得给抚恤。再加上各级军官的俸禄、装备的购置、粮草的运输，整个军费开支那就像个无底洞。宋朝军队的人数最高的时候超过了100万，这是一支极其庞大的军队，可它的有效战斗力跟它的规模严重不成正比。养这么多人是为了防止武将做大，是为了把流民控制在体制内，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强大。可他的每一两银子并没有真正变成战场上的实力。这就是宋朝军事的真相，富而不强，钱多兵弱。他在战场上买和平的策略，能管一时管不了一世。当一个真正强悍的对手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妥协都会崩塌，而那个对手已经在白山黑水之间悄悄磨好了刀。那个对手就是女真人。公元1115年，一个叫完颜阿骨打的女真首领在白山黑水之间起兵，建立了金国。短短10年时间，金国就把曾经强大的辽国打得分崩离析。这个新崛起的政权比辽国那是更年轻、更凶悍、更加饥渴。宋朝看着北方的这场巨变，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他跟金国结盟，一起夹击辽国。这个策略叫做海上之盟，因为宋朝跟金国之间隔着辽国，只能从海路传递消息。宋朝的算盘是借金国的手灭掉宿敌辽国，顺便收回梦寐以求的燕云16州。这个算盘打得太天真了啊！辽国虽然被宋朝长期视为强敌，但经过100多年的相处，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辽国是一道挡在宋朝北方的屏障，挡住了更北边那些更野蛮的力量。把辽国推倒，就等于自己拆掉了自家的院墙。公元1125年，辽国灭亡。你看，金国的下一个目标，那就立刻变成了宋朝。这场战争来得太快太猛，宋朝是完全没有准备。公元1126年的冬天，金军南下，包围了开封。这一年的开封城还沉浸在它的繁华里，瓦子里照样在演戏，夜市照样灯火通明，市舶司照样在收着海外的关税，可城外
金军的铁骑已经把整个城市围成了一个孤岛。第2年春天，开封城破。后面的故事就是中国历史上惨痛的篇章。金军把宋朝的2位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连同后妃、宗室大臣、工匠艺人、文献典籍全部打包带走，押解北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那座辉煌了160多年的开封城，那座《清明上河图》里画过的不夜都市，瞬间从世界第1的大城跌落。它的人口和财富，还有无数的文献艺术品被洗劫一空。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宋朝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没有，被打到江南的宋朝皇族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一个叫赵构的皇子从北方一路逃到江南，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重新建立起政权。对，就是南宋。南宋开局极其狼狈，皇帝一度被金军追到坐船在海上漂流，10几天不敢上岸。朝廷的官印、文书、礼器，半路上丢的丢，毁的毁。整个国家像一艘漏水的船，眼看就要沉了。可这艘船没沉，不仅没沉，它还在江南站稳了脚跟，重新繁荣了起来。南宋的版图比北宋小了将近1半，可它的经济总量并没有同步缩减。原因很简单，它丢掉的大多是北方的相对贫瘠的地区，留下来的恰恰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再加上从北方逃过来的几百万人口，给江南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技术，还有资金和文化。短短几十年时间，南宋就把临安建成了一座新的世界级大都市。临安的人口巅峰时期超过120万，这个数字跟当年的开封差不多。它的城市格局更紧凑、更精致，更适应江南的水乡环境。马可波罗后来到中国，看到的就是元朝接手后的杭州。他在游记里把这座城市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马可波罗当时看到的杭州，本质上那还是南宋留下来的底子。南宋的经济比北宋更国际化。随着北方的丝绸之路被切断，南宋更是彻底的把宝压在了海上。泉州港、广州港、明州港的繁荣达到了历史顶点。南宋的造船业也比北宋更发达，能造出更大、更结实、能远航更长距离的船。南宋还把以前的胶子升级成了惠子，使用范围更广，流通量更大。南宋的市舶司收入最高的时候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20%。南宋的文化并没有因为国土的缩小而暗淡。咱们小学、初中学习过的辛弃疾、陆游、朱熹，还有文天祥，这一串名字，每一个都足以照亮一个时代。陆游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是北宋的文人很少有的。辛弃疾的词里永远有一股要去收复河山的冲劲儿。朱熹建立的理学体系影响了之后几百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南宋的人是带着伤疤生活的，他们记得开封，记得徽宗、钦宗，记得那个被夺走的北方。可他们没有让自己沉沦在悲伤里，他们重新建房子，重新做生意，重新写诗作画，重新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是一种很奇特的韧性。一个被打断脊梁的国家，居然能用半个身子再撑出150多年的繁华，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重新看待这个朝代。南宋撑了150多年，这150多年里，南宋跟金国对峙，跟金国和谈，又看着金国被另一个更可怕的对手吞掉。这个新对手就是蒙古。蒙古铁骑的崛起是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最震撼的事件。从成吉思汗开始，这支军队在几十年时间里横扫欧亚。
中亚的花剌子模帝国没了，俄罗斯的诸侯被打散了，巴格达的哈里发被绞死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核心被连根拔起，每一个挡在蒙古人面前的政权几乎都被碾成了碎片。但是南宋是最后一个倒下的，他撑了将近半个世纪，从蒙古第一次大规模南侵到南宋彻底灭亡，中间隔了40多年。这个时间长度比整个金国跟蒙古抗衡的时间都长，比花剌子模、西夏、大理加起来的时间还长。一个被很多人看作弱的朝代，在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征服机器的时候，反而成了最难啃的那块骨头。南宋为什么能撑这么久呢？一方面靠的是江南的地理，江南水网密布，河流纵横，骑兵的优势被大大削弱。蒙古人最擅长的草原冲锋战术，在南方的稻田和河道里那就不好施展了。另一方面靠的是火器，在南宋后期，火药武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军装备了早期形态的火枪和火炮，还有爆炸性武器。在襄阳和钓鱼城等地，那给蒙古军队造成了惊人的伤亡。蒙古大汗蒙哥就死在四川钓鱼城的城下，间接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走向。还有一方面靠的是民心。南宋朝廷再怎么腐败，江南的老百姓对这个朝代是有感情的，他们记得北方的沦陷，他们不想再做亡国奴。在很多关键的城市保卫战里，普通百姓自发参与守城，跟士兵一起死守到最后。可历史的车轮终究没有为南宋停下来。公元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南宋皇室投降。一部分大臣带着年幼的皇子继续向南逃，先到福建，再到广东，最后逃到一个叫崖山的海岛上。崖山在哪里呢？大致就是今天广东新会的外海。它是一个小小的海湾，几面环山，一面临海。对一支被追到绝路的舰队来说，这里是最后的避难所。公元1279年的春天，元军的舰队追到了崖山。南宋这边还有一支不算小的舰队，几百艘战船，10几万军民全部聚集在这里。他们带着小皇帝赵昺，带着传国玉玺，还带着最后一点宋的尊严。战斗持续了好几天，元军切断了南宋舰队的水源，又用火攻又用包围，一点点地把这支最后的军队逼到了绝境。2月初6，崖山海面上，南宋败局已定。大臣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纵身跳入大海，跟着跳海的还有10多万军民。那一天的崖山海面上浮尸遍野，一个绵延了319年的朝代，在一片海水的颜色里正式落幕。这是中国历史上惨烈的谢幕。它没有汉唐那种轰轰烈烈的覆亡，没有大军溃败、皇帝出逃、群雄并起的戏剧性，它就是一片海水，吞下了一群人，吞下了一段历史。宋朝就这样结束了。可它留下来的东西并没有结束，它留下了纸币这个发明，影响了整个后世的金融体系，留下了科举的成熟形态，被明清两朝继承的同时，又被日本、朝鲜和越南效仿，还留下了陶瓷、绘画、书法、词、散文、理学，每一样都成了中国文化里抹不掉的底色。海上丝绸之路的网络，让中国跟世界之间第一次形成了一种持续的、深度的连接，最后留下了城市生活的样子，让今天的我们在走进任何一座中国城市时，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宋朝式的烟火气。是的，也留下了一些遗憾。那个把笔捧到最高位置却忘了武力值的朝代，那个用钱买和平最后还是没买住的朝代，
那个文人扎堆却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朝代。在他的故事里，有让我们羡慕的繁华，也有让我们叹息的脆弱。我们今天再回头看宋朝，应该用一种更复杂、更柔和的眼光，而不是教科书上那2个字"弱宋"就能概括的。它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的、闪亮的、又暗淡的、繁荣到极致的，最后却如此安静的谢幕的朝代。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的30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意难平的300年。宋朝走过的路，留下来的光，比我们以为的要长得多，也要深得多。它静静地照着后来的1000年，照到今天的你和我。愿你今晚的梦，也有一点雨过天青的颜色。